Could you take on Russia by yourselves? Well, 在白宫的会客室里，专程来访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在大谈特谈英美联盟的强大，却被坐在主位上的特朗普用一盆冷水打断。特朗普的问题一出，刚刚还口若悬河的斯塔默顿时哑火，讷讷半晌说不出话来。看着斯塔默尴尬的样子，现场的美国官员和来访记者发出了一阵快活的笑声。这不是斯塔默本次来美国第一次受到羞辱，也不是最后一次。特朗普政府的种种表现似乎都在暗示着美国对英国的优待即将终结。面对美国的抛弃，一直将英美特殊关系视作立国之本的英国该如何应对？所谓英美特殊关系是二战结束之后作为前世界霸主的大英国力衰微，无力维持其霸权，又不甘心退场的产物。在这样的背景下，1946年暂时失去首相宝座，但仍在英国和世界政坛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到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后人对于这场演说最深刻的印象是这场演说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但鲜少有人关注的一点是，同样是这场演说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英美特殊关系的概念。丘吉尔在演说当中大谈英美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认同，共同的历史与价值观，更重要的是有共同的战略利益需求，应当格外团结。这种说法一经提出，很快得到了英美社会的广泛认同，英美两国的利益从此逐渐深度绑定。尤其是随着旧殖民体系的瓦解，没了殖民地供养的英国日渐衰落，就越发依赖英美特殊关系下美国霸权的溢出效应。美国方面出于文化血缘传统造就的对英国的仰慕，也因为在一些国际事务上确实需要英国的帮助，也默认了英国仗着英美特殊关系狐假虎威。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共同对抗苏联的意识形态威胁，这一英美特殊关系形成的最重要基石从此不复存在。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没了对手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持世界霸权。起初美国还在考虑，英国好歹也是一个传统强国，如有英国帮忙，或许可以大幅度减少维持全球霸权的成本。英国虽然确实积极追随美国出兵，可其军队的表现却不堪一击，全靠美国支援才没有溃败。这让美国开始怀疑，继续维持英美特殊关系，给英国霸权庇护，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个亏本买卖。在这样的疑虑之下，美国对英国的态度日渐冷淡，但早已是日薄西山的英国却更要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美国传统精英面对英国的努力示好，多少会给英国面子，但至少表现上还是继续承认了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不过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利益至上的国家，英国的讨好也只能让他们继续给英国留个名分。虽然没有与英国解除特殊关系，但美国可以另外与以色列、加拿大甚至是波兰、沙特建立特殊关系。英美特殊关系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英国也十分清楚这一现实，但在英美特殊关系存在的几十年间，英国为了追求最大利益，早已把自身的经济甚至是军事体系建设成了美国的附属品。因为美国的背叛而与美国翻脸另寻出路，对于英国来说已经是无法实现的选择。现在英国能做的只有想方设法求得美国回心转意。然而还没等英国找到挽回美国的办法，他们就先等来了特朗普的上台。这个政治素人不理会传统政治精英那一套温情脉脉的表面文章，完全按照商人思维行事，不考虑所谓的国际政治影响，只顾当下的投资收益。在这样一个人眼中，维持英美特殊关系那妥妥的是美国亏本。于是哪怕英国在特朗普当选第一时间就派首相赴美示好，但特朗普对英国依旧十分冷淡，并且在2017年多次对英国上演过门而不入。直到2018年年中，特朗普才首次访问了英国，还是一次工作访问，正式的国事访问更是要等到2019年6月，并且即使在国事访问中，特朗普也只字未提英美特殊关系。英国对此自是大为恐慌，好在还没等特朗普彻底拆掉美国传统外交结构，就先输掉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对英国来说，更好的消息的，赢得大选的拜登是一位经历过冷战的老政客，在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构成了威胁的情况下，拜登拾起了冷战时与欧洲抱团针对苏联的那一套。拜登政府的这套战略对中国起到的用处不大，对英国却是天降甘霖。可惜好景不长，2024年美国再次举行选举，即使英国与其他不少美国盟友国家全力为拜登和哈里斯助选，也没能阻止特朗普再次上台。这一次特朗普展现出了比上一个任期更加强硬的立场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上任第一天就接连退群，
并且对于那些曾经得罪过他的人，特朗普展现出了明显的报复倾向。这对于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消息。毕竟英国需要美国的庇护，而且英国之前助选拜登、哈里斯的举动无疑是狠狠得罪了特朗普。但事已至此，英国也只能面对现实。为了弥合与特朗普之间的裂痕，英国不仅积极安排了首相斯塔默的访美行程，还在特意在访美之前按照特朗普的心意宣布提高国防开支预算，并且给特朗普送上了英王的国事访问邀请。这份邀请令特朗普成为历史上首位2次获得英国君主邀请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可以说是极大的满足了特朗普的虚荣心。然而，即便英国已经如此表达诚意，斯塔默的访美行程依旧并不顺利。作为总统的贵宾，斯塔默被安排在白宫斜对面的美国总统国家宾馆下榻。为迎接斯塔默的到来，白宫方面还在宾馆外墙显眼的位置上悬挂了英国国旗。唯一的问题在于，这面国旗是被倒挂的。也不知特朗普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对英国的访问太不当回事儿，还是想要讽刺英国这是来美国求援故意挂反的。无论是哪种情况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对于英国来说，这都无疑是一场羞辱。随后的会面当中，当着众多媒体记者的面，斯塔默正在大谈英美是确保安全和繁荣的最伟大的联盟，却被特朗普用一个死亡提问打断了。特朗普突然插话问他：你们能独自对抗俄罗斯吗？言外之意，英国既然没本事独自对抗俄罗斯，就谈不上什么互相支持。所谓英美同盟，是美国单方面支持英国。既然英国都是附庸了，就不要老想着抢夺同盟的主导地位，更不要想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考虑到当前的国际环境和他们之前的话题，特朗普恐怕是在暗示，现在美国想要俄乌停战，英国最好赶紧停止给乌克兰输血，在俄乌中间拱火的行为，不然就等着自己去对抗俄罗斯。让斯塔默尬在当场。刚刚还口若悬河的斯塔默喂了半天，也没能说出什么来。周围的美国官员和媒体记者看到斯塔默的窘境，不但没有体贴的转移话题，反而是当场笑成一片。美国副总统万斯还趁势对斯塔默展开了一轮攻击，再度指责英国侵犯言论自由，并称英国的这种行为侵犯了美国的利益。而这还没完，等到英美代表团之间的闭门会议开完，斯塔默和特朗普召开记者会，又有记者问起了英国对特朗普扬言吞并加拿大的看法。斯塔默硬着头皮答到一半，就听见特朗普插话：够了，只能尴尬地停了下来。虽然考虑到加拿大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还是英王，这个记者的问题确实有挑拨英美关系的嫌疑。特朗普打断时也确实是指着台下的记者，似乎在对记者表达不满。但是如果特朗普有心，完全可以在斯塔默回答之前就表示可以略过这个问题，非要等斯塔默说完我认为你们试图在我们之间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分歧之后才来打断，其意味可谓微妙。英国百般示好，只换回了特朗普政府的连番羞辱，不知内心深处有何感受。不过对于他们来说，更加急迫的问题恐怕是面对一心收缩的美国，早已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全面依靠美国生存的英国，未来该怎么办？2023年9月5号，英国第2大城市伯明翰政府宣告破产。2024年7月28号，英国首相办公室宣布国家已破产。英国债务问题这一刻清晰地摆在了英国经济学家面前，也让世人直观意识到了全球债务危机近在咫尺。更可怕的是，英国仅仅是一个开始。继英国之后，谁又是下一个传来破产消息的国家？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或许首当其冲。全球债务并不是最近新出现的现象，而是困扰各国几十年的顽疾。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严重依赖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造成债务总额不断攀升。事到如今，已经发展成危如累卵的形势。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公共债务增加了2倍，并于2022年达到了总 GDP 的 92%。虽然全球疫情期间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着数十年来的上升趋势。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2023年全球债务总量再度刷新历史纪录，攀升至97万亿美元，超过2022年 5.6 万亿。更让人担忧的是，目前全球公共债务仍在持续增长中，并呈现出区域化差异态势。发展中国家开始承担更多风险。2010年，发展中国家仅背负全球债务的 16%， 而截至2023年，这个比例已经来到 30%。庞大的债务负担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医疗、教育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行动能力。受高利率影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难以债务重组、外汇难以留存等严峻挑战。国际债务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利率经历了40年来最大幅度的飙升，
发展中国家用于偿还政府担保债务的支出创下4435亿美元的纪录。沉重的债务成本严重挤压了本应投入到卫生、教育、环境等领域的资金。另有资料显示，2012至2022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长了 134%， 超过其 GDP 收入增幅的 53%。不过，仅从比例来看，发达国家仍是全球债务主要欠债国，占债务总额的2/3。今年5月底，国际金融协会公布了最新债务监测报告，数据显示，全球债务首季度已飙升至315万亿美元。新兴国家提供了105万亿的债务，其余部分仍来源于欧美国家。近2年，欧美多个国家债务状态警钟长鸣。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公共部门债务总达到24066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末，国家公共债务首次突破3万亿欧元，来到惊人的30314亿欧元，占据 GDP 总量的 112.5%。这意味着法国财政已经入不敷出。意大利的情况更严重，债务总额已经来到 2.4 万亿欧元，相当于 GDP 总量的 140%， 政府财政濒临崩溃边缘。目前，意大利已失去参与欧洲央行债券购买计划。国际社会对意大利的债务信用评级来到了最后一档，距离垃圾信用只有一步之遥。欧洲各国正面临严重债务挑战，紧锁的货币政策会让欧洲经济陷入停滞，高额赤字又会抑制公共投资发展，进一步挫伤经济前景。针对债务问题，欧盟各国财长已经展开过多轮商讨，希望在债务削减和投资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欧洲无法探索到更光明的经济增长前景，债务的持续性增长就无法被按下暂停键。除了表面上的全球债务，隐形债务对经济的潜在威胁同样不容忽视。这部分债务往往被排除在政府官方负债之外，被下意识的忽略。但根据国际金融协会估算，全球隐形债务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总体看来，一场2战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债务浪潮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肆虐。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组织无不对这场空前的债务危机表示担忧。更头疼的是，2024大选国家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为争取民众选票，政府在竞选年的财政支出只会有增无减，这势必将各国推向债务深渊的边缘。目前已经出现个别国家财政崩溃的局面。2023年9月，英国伯明翰率先传来坏消息。9月5号，伯明翰政府无奈宣称，不断增加的巨额债务和高达8700万英镑的财政缺口，已经让政府叫停所有的支出，进入破产状态。短短1周内，该消息在英国持续发酵传播，越来越多英国经济学家忧心，会有越来越多城市步伯明翰的后尘。从英国财政的现实情况来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截至今年5月底，英国净债务达到 2.567 万亿英镑，超过 GDP 总量的 0.1%。这是自1961年3月以来，英国政府债务首次超过 GDP 的 100%。英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7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6.8%， 相较6月涨幅有所下跌。与此同时，英国通胀率居高不下，剔除能源与食品价格之后的核心通胀率依然同比上涨 6.9%。目前，英国通胀趋势虽有放缓迹象，但依然远远高于英国央行的政策目标之上。为遏制通胀势头，英国央行自2021年12月以来已连续加息14次，基准利率提升至 5.25%。预计今年下半年，央行还将继续加息。然而，在高通胀和高利率的环境下，英国的财政负担也会进一步加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仅7月份，英国政府债务的应付利息就高达77亿英镑。自全球疫情以来，英国政府债务规模飙升 40%， 达到近 2.6 万亿英镑，与年度总 GDP 相当。2024年，英国面临的债务利息支出占总收入的 10.4%， 高达1100亿英镑。这个比例不仅在发达国家中占比最高，也是1995年至今欧美世界有统计的最高水平。今年6月，金融评级机构惠誉在对英国评级时将其暂列为负面，明确表示英国持续上升的债务让英国债务前景蒙上了不确定性的阴影。国债利息支出与财政收支的比例向来被视作政府偿债的重要指标，而英国债务利息的高占比反映出政府不断攀升的债务社会成本已经给英国政府带来较大压力。值得一提的是，欧洲还有不少国家债务占比高于英国。然而，由于英国 25% 左右的债券都与通胀挂钩，这意味着英国债务利息极有可能短时间内迎来飙升。因此，英国潜在偿债支出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体。而事实也说明这一点。
7月28号，英国首相办公室宣布国家已破产。英国的遭遇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一时间人人自危，各国都在担心面临和英国一样的财政困境。而从目前形势来看，最有可能传来下一个破产消息的非美国莫属。从2023年起，美国债务危机就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焦点话题，远超其他国家的债务规模，让国际社会对美国财政前景和债务违约风险一致看衰。纵然美元在金融界向来有着稳固的地位，被视作全球资产市场的定价锚，然而自去年10月开始，美债价格跳水式降低，债券市场全面飘绿。相较于2年前的峰值，10年期美债平均价格下跌幅度超过 46%， 几乎逼近2000年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后的惨淡水平。30年期美债表现更加惨淡，暴跌 57%。目前美债收益率持续走低，一系列政府债务问题随之来袭。12月8号，国会预算办公室发文称，2024财年的前2个月，联邦财政预算赤字将达到383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较去年同期多出470亿美元。根据 CBO 的预测，美国公民持有的联邦债务也会从2022年底的24万亿增加到2033年底的 46.7 万亿，民众所持债务增长态势将持续至2053年左右，总规模达120万亿美元。至21世纪中叶前，美国公众债务占比 GDP 的比重将翻1倍，从2022年底的 97% 攀升至2050年后的 181%。另一方面，美国同样面临着通胀率持续走高的局面。从2022年3月开始，美联储持续加息11次，利率水平攀升至近40年来的最高水平。疯狂加息势必带来政府债务利息负担加重，进一步恶化财政情况。CBO 预言，美国公众持有债务利息支出将从2023年的6630亿美元提高到2033年的 1.4 万亿美元。然而，相较于未来的财政难题，美国人更头疼的显然是眼下的财政危机。在债务高筑的背景下，美国迎来2024年大选，为争取选民选票，政客们不太可能削减支出，甚至会做出近乎撒钱的政策承诺。1个月前，美国国会已经上调了2023财年的财政预算，预计该财年联邦债务净利息支出将占据 GDP 的 3.1%。尽管美国债务一再敲响警钟，但在两党竞争白热化的现在，任何一方都不会主动控制政府财政支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就是马斯克的悲观预言，美国将成为继英国之后即将迎来破产的国家。在全球债务危机大背景下，大多数国家无不面临着债务利息高昂、债务难以偿还的困境。伯明翰的破产宣言已经给全世界敲响警钟，谁都不想成为下一个走向破产的国家。不过，就美国目前无法克制的大选烧钱行为来看，下一个被推向破产深渊的国家只能是美国。